如果给你10分钟时间，你能否快速赚到100万美金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位骗术大师是如何做到的。男人名叫大卫，一家3代皆是神偷。为了快速赚到100万，大卫带着罗比去看橄榄球比赛。中途，大卫突然决定和他赌1块钱。注意看，下面走来一个长腿辣妹，你猜有几个男人会回头？数目最接近的人获得胜利。罗比自信地说，至少有8个。大卫却认为不超过3个。一旁看球的富商被这场赌局所吸引，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，起码有5个。可结果有7个男人被辣妹吸引，转过头来。毫无疑问，罗比获得了胜利。富商痛快地给了他10美元。眼看输掉赌局，富商并不甘心，当即表示还要和他们再赌1局，就赌接下来哪个球队会率先犯规。结果富商又输了，大卫足足赚了1000美元。连输2局，富商直接将筹码提高到了5000，赌接下来是传球还是跑动。这把富商终于赢了大卫，扳回1局。谁知输了钱的大卫转身就走，并不想继续赢回本金。然而富商好赌成性，此时的他赌性正浓，拉着大卫非要和他再赌几把。大卫一脸无奈，答应再来最后1局。谁知就这样越陷越深，筹码从1万、5万翻到了10万，大卫全都输给了富商。一旁的女友急了，劝他不要再赌下去。可输了钱的大卫根本不听，恼羞成怒的他直接梭哈了随身携带的100万现金。他要和富商一把定输赢。玩法很简单，两人各翻1张牌比大小，风头正旺的富商毫不犹豫地跟了100万，接着随手翻出1张梅花5，富商顿时愁云密布，看来这次他必输无疑。哪知大卫酝酿了半天，竟然翻出1张红心3，富商立马乐开了花，今天注定是他的幸运日，逢赌必赢。眼看10分钟时间不到，大卫整整输了100多万。罗比万念俱灰，瘫倒在地，因为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他的钱。大卫一言不发，转身离开。谁知富商突然来了一句，和高手过招，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。听到这话，大卫又气愤地返了回来，并扬言再赌200万。他让富商随便挑选1名球员，然后再由罗比盲猜，说出他所选球员的球衣号。富商一脸惊愕，这不摆明了来给自己送钱吗？虽然富商心有疑虑，可他实在想不出大卫凭什么能够获胜，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。罗比也被大卫的疯狂举动所震惊。场上一共有22名球员，他要怎么才能猜到那个人呢？就在罗比忐忑不安之时，突然注意到了55号的胖子，那不正是大卫的好兄弟吗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。富商大为震惊，很显然罗比答对了。虽然富商一把输了200万美金，但却一点也不生气，他今天的运气简直太好了。于是连忙让助理订了张机票去拉斯维加斯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大卫设的局，就连罗比也被蒙在鼓里。他仅仅花了10分钟就赚了100万美金。那么这个骗术大师又是如何设计和制定这场赌局的呢？故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当时的罗比还是个小毛贼，他见大卫一个人在喝闷酒，于是故意上前引诱他。当晚两人就在酒店翻云覆雨，中途一个自称罗比丈夫的男人闯了进来，威胁大卫花钱了事。没想到大卫一脸淡定，还让对方赶紧打死自己，反正他得了脑瘤，估计也活不了几天了。两人顿时乱作一团。原来大卫早在楼下餐厅的时候就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把戏，本着大神看菜鸟的心态，想要看看他们到底玩得怎么样。离开之前，他还教了罗比玩仙人跳的关键秘诀。罗比知道大卫是个高手，于是便缠上了他，因为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神偷。面对一个热情的美女，大卫自然没有拒绝，还教了他成为神偷的关键秘诀——聚焦。因为人的身上有个最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一心不能二用。如果能够抓住对方的焦点，就能从他身上拿走任何东西。罗比被大卫神乎其技的手法彻底征服了，于是日夜跟着他，说要拜他为师，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色相。大卫拗不过他的死缠烂打，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只有通过考核才能成为他的徒弟，并且加入他们的神偷团队。第二天，他们将罗比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带到一处人潮涌动的大街上。罗比完美性感的身材一览无余，毫无疑问他就是男人眼中的焦点。搭档表示，如果提示他2根手指，说明钱包在裤带后面，3根手指则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面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偷走每个目标人物的钱包。罗比利用身体吸引目标注意，快速穿梭于人群之中，成功偷走了一个又一个钱包。大卫见他能力还算不错，同意他加入了自己的团伙。随后，大卫将罗比带到了团伙的据点，罗比这才得知他们玩得很花。团伙里有人专门负责仙人跳，有人专门负责赌场作弊，有人专门负责诈骗，还有人专门去偷东西。总之分工明确，涉猎广泛。不过他们瞄准的都是金额较小的，因为这样风险较低，便于销赃。接下来罗比将在这里进行全方位深造，凭借出色的天赋，他完成了许多难度较高的任务。大卫也亲自教了他很多技巧。身边有这样一位性感漂亮，同时又业务能力出众的女人，
大卫怎能坐怀不乱？于是，在一次分赃大会之后，两人正式到酒店打了扑克，确立关系。这件事后，大卫决定再给他上最后一课，也是最高深莫测的手段。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大卫听说富商要来看球，精心策划了一场赌局。他在富商可能出现的每个路段以及停留的地方，都塑造了55的元素，比如路边的广告牌是55，酒店电梯上贴着55，就连门童衣服上的编号也是如此。这样一整天接触下来，富商的潜意识就遭到了控制，所以他自然而然选择了这个数字。罗比问他，如果富商不上当那可怎么办？大卫说，那就继续翻倍。来之前他早就知道富商是个赌鬼，他终归会选中这个数字。谈话间，大卫突然话锋一转，丢给罗比10万块钱，果断地选择和他分手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罗比不知所措，哭得不成样子。但大卫的内心却十分清楚，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女人。可做他们这行的最要命的就是动了真情，而且对方还是同伙，所以他只能选择断绝联系。转眼时间来到3年以后，大卫依然做着他的老本行。这天，赛车老板老金突然找到大卫，请他帮忙设局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。面对诱人的巨额奖金，大卫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按计划参加了一场晚宴，准备和老金联手演一出好戏。可就在计划将要实施之时，3年未见的罗比突然出现在了面前。此时的他穿着一身红色礼服，热情地和老金吻在了一起，两人的关系显然很不一般。大卫顿时乱作一团，虽然他和罗比断了联系，可却始终忘不了他，于是找了个机会将他约了出来，想要解释3年前将他踢出团队的原因。但罗比并不想知道答案，因为他早已金盆洗手。他和老金也是真心实意的在一起，所以希望大卫不要说自己认识他，更不要透露他的过去。此时的大卫内心五味杂陈，看着他和老金暧昧的样子，忍不住冲过去给了老金一拳。老金立马吩咐保镖将他丢了出去。你别看两人闹得很凶，其实老金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这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。前不久，老金手下的软件工程师开发出一款分析赛车手胜率的软件，准确率非常高，很多赛车老板都想获得这款软件。于是大卫心生一计，由他假扮成软件工程师，在晚宴上故意和老金闹矛盾，竞争对手看到后肯定会来拉拢他，到时候再卖给他一个假软件，这样就能一举两得。一切也正如大卫所料，竞争对手马特隔天就找到了他，并答应以30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软件。只是大卫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会在这里遇到罗比，于是假戏真做，狠狠打了老金一拳。自从看到罗比后，大卫整日无心工作，满脑子都是如何挽回他。为此，他还特意找来了好友胖子，让他替自己给罗比带去一份礼物，一条当初他最想得到的项链。因为是赃物，之前大卫曾经拒绝过他，但这次他决定孤注一掷。拿到项链的罗比明白了大卫对他的心意，而且胖子还告诉他，当初两人分开之后，大卫便再也没有工作，看得出来他一直很在意罗比。得知此事的罗比非常感动，决定给两人一个重归于好的机会，于是当晚便和大卫私下约会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人刚刚从睡梦中醒来，门外便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来人是老金的管家，专程过来送修改过的假软件，同时示意大卫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幸好罗比从窗台爬到了隔壁房间，这才没有暴露两人的关系。从这天开始，大卫不断穿梭于各个赛车场之间，他不仅仅将软件卖给了老金的死对头，同时还倒卖给了其他车队老板。几天时间就赚了一个小目标，原本他打算干完这票就带着罗比离开此地，谁知就在二人准备逃跑时，老金的手下突然杀了过来，将他们绑到了老金面前。原来他在其他车队安插了眼线，发现大卫卖掉的竟然是真软件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金以罗比的性命相要挟，让他说出事情的真相。大卫只好告诉他，自己在送给罗比的项链上偷偷植入了病毒程序，只要他一靠近老金的电脑，病毒就会自动记录键盘，他很轻松就能得到真软件。老金一听当场就笑了，因为罗比根本就不是他的女友，两人的关系甚至都算不上朋友。罗比黏着老金的目的无非是想用美色偷走对方的一块昂贵手表，顺便让大卫吃醋，所以他根本无法接近老金的电脑。大卫一听瞬间乐开了花，都什么年代了还在搞这种小钱，不过罗比至少还是清白的。说完，两人当着老金的面开始酗酒，一旁的管家实在听不下去，直接开枪干掉了大卫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老金给吓懵了，他没想到这个老家伙竟然擅作主张。为了撇清关系，老金立马离开了此地，留下管家独自背锅。看着奄奄一息的大卫，罗比伤心欲绝。谁知下一秒，管家突然走来给大卫打了一针，他又奇迹般的活了过来。原来管家才是盗走软件的内鬼，他的真实身份是大卫的养父。为了取得老金的信任，3年前就已经潜伏在他的身边，只是罗比的出现造成了很多的小插曲。经历过这件事，大卫决定金盆洗手，
从此和罗比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毕竟干他们这行，早晚有一天会出事。电影焦点主要讲述一个骗术大师被骗心的故事。虽然与惊天魔盗团那种华丽的场面相比，显得有些朴实无华，但却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，被各种反转所惊叹。大卫输钱时的红眼和气氛，罗比不知情的慌张和急切，以及赌鬼富商的疯癫，每个角色的特点都被诠释得很到位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